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茶君普文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评测茶友寄回来的一款茶，看一下这么一款茶，红昌3公斤生饼，1999年，是一个3公斤的大饼。好，倒到我们这个钵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个茶饼啊，这个茶饼这个茶友撬过来是比较碎啊，整个条形来说还是比较少的。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毫，这个白毫都已经转红了啊，有金黄色，有红茶的那种颜色了。大致判断这个茶年代是比较久了，而且是仓位啊，干仓保持的比较好。我们假设啊，这个年份成立的话，从干条上能看出来什么？这个茶不属于一口料或者一个地域的料，其实它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拼配料，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是做的拼配。90几年的时候啊，那个年代做这样的料等级是相当高的，这种采摘应该是1芽2叶的采摘。好，从找到的一些茶条里面的一些稀碎的物质，比如说不是茶的一些物质，它会有一些呈现。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年代啊，没有先进的机器做一个静电处理，所以说很多东西物质混进去之后会遗留在里面。如果那个年代啥都没有，这个茶有可能存在造假。我们再来闻一下这个茶叶到底有没有失仓。这个茶叶保存的非常好，就是这种保存方式啊，而且转化到这种芽头，这种像红茶一样的黄芽头啊。大家再来看一下，这个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一些点，这些点其实类似于金花状的。这个茶按这个闻到的味道来说，这个茶应该是保存的非常好了，而且年代比较长久了。好，开汤检验下这个茶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投茶。像这类茶的话，我们投10克左右来冲泡这个茶。我们先来开汤。这个时间比较久的茶，如果朋友们茶友们拿来喝的话，普文建议大家这样的茶洗2道。第一道开汤相对来说时间拉长一点，大概15秒到20秒啊，这类茶15秒过后啊，这个汤色，这个茶保存的是相当的干仓啊，而且汤色也是比较清透啊，略微有一些黑糊点，但是茶中有一些白色的东西啊，那个圆点的并不是好。哇，这个杯底香出来是一个干仓啊，茶条上闻略微有一点曾经私藏过的感觉，鼻腔你会感觉到一点点辣。好，为了喝这个茶啊，普文决定洗2道。这个杯底香很不错啊。好，我们再洗1道，糊点还是比较多。我们来泡喝的那一泡，5-6秒钟出汤，保持的非常不错。这个汤色已经比较深了。我们再来闻一下这个热杯香，沉香当中又有一种转化物质香出来。好，普文来品鉴一下。这个茶气非常可以，水路很细，色底不是马上呈现，生津感马上就来了。那个汤中的那个木香非常可以啊，樟木香，大家去闻那个樟木，香樟木，你就有点感觉了，非常不错。我们来泡喝的第2泡，这个茶适合快出汤，几乎就没有苦，略微有一点点涩，生津感特别强烈，而且特别快。哇，这个樟木香很香，暖的那种感觉，说明这个茶气非常足，汤色非常漂亮，非常清透啊，水路很细很细，但无苦涩。入口之后它有一种绵厚度，如果按20几年来计算，这个茶保存的是非常可以了。只是前期的时候它的存放略微有一点点的问题，但是后面的存放它绝对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放的非常好，湿度控制的非常好，而且它的转化这个就木头的那种香味啊非常浓郁，而且茶汤里面含这种香味，这个茶友其实挺会保存茶的。好，我们来喝第3泡，我们有点舍不得倒了，但是还是得继续啊。这个8秒钟出汤来，这个汤色是明显加深，说实话没有经过静电处理，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点啊，但是这个樟木香非常香，而且这个茶口感非常好，色底几乎很少，略微有一点点涩，只是在舌苔顶上略微有一点点涩，生津感特别强烈，喉韵特别好。这个茶其实说那时候的生态啊是可以的，非常可以的，无非那时候的做工有点差。普文给大家来评测一下这个茶的做工，略微带有一点点的小烟味，但是这个茶喉韵真的非常好，保存的也非常好。普文不得不惊叹，这个茶友确实特别会保存茶。我们再来闻一下3泡之后的叶底，就是那种木香啦，
好，普文不再闷泡这个茶，我们把这个叶底拿一点出来，到一个清晰的地方，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叶底。好，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叶底啊。这个叶底虽然没有完整的叶子，但是它的叶底已经非常老了，嫩的是非常少，只有芽叶上颜色稍微有点不同。从叶子的大体颜色来判断，这个茶是非常老的一个茶。具体年限普文无法定义，但是这个茶友说99年的茶，普文只能告诉大家，根据这个茶友的保存方法及以现在看到的这个茶的汤色跟这个叶底，普文相信这个茶友说的是实话，而且这个叶底颜色相对来说，尤其叶与叶之间，大叶与大叶之间颜色是非常统一。黑弧点，这个是这个茶比较弱的一个地方。当时候采用这样的原料是时代背景造成的，但是这样的原料在当时候的等级已经相当的高，而且这个原料普文直接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个原料并不是临沧这边的原料，而是西双版纳这边勐海那边的原料。大家我们再从干茶来分析，它的芽都比较大，而且芽比较多，这款茶说明一个问题，地域相对海拔来说比较低芽头比较粗壮，所以普文的判断，这个茶一定是西双版纳那边的茶，但是它并非是一种原料，是几个原料拼配而成。关于这款1999年的老茶评判，普文做一个总结，这个茶的年限我们不要再去管它到底是不是99年，这个茶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的茶，但是这个茶的口感，茶友寄回来评测的茶当中，这个茶口感绝对是第一的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古树不古树，我们不要去谈论任何古树不古树，那时候没有古树，那时候的茶古树跟小树全部是混载在一起，还有大家所谓的老班章原料布朗山都有可能存在，我们不要片面的去划分这个山头。在这里必须得称赞一下寄回来这个茶的茶友，你把这款茶保存的太优质了。这个茶并不属于新老拼配，是一款确实实实在在之前存下来的一款茶，但具体年限普文无法判断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。但是这个茶普文可以告诉大家，15年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20多年普文不来做判断，因为每个地域每个人的保存习惯都不同。好，今天的这款老茶评测就讲述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感谢这些一直跟着普文评测的茶友，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评测、真实的茶品、真实的原产地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期节目见。